2米13巨人放话要打废死神方便，扬言1回合 KO， 方便微微一笑，霸气迎战。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场大战啊，相当精彩，体型差距非常之大。这边高个子的2米13巨人是来自中国河南的董泰山，另外一边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死神方便，在国内拥有最高49连胜的超级战神。那这场比赛的话，也是一场跨量级的大战啊，两人的量级很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但是方便的话，这场比赛还是强硬的接下来了啊，因为在赛前呢，董建军放话非常嚣张，说如果方便敢跟他打的话，他只用1回合就可以 KO 方便。而方便呢也有自己的脾气，这么嘲讽我，那我肯定忍不了。于是啊，这场大战就应运而生。在擂台中我们可以看到，方便的打法是非常的灵动。当董泰山挥拳进攻的时候，方便总是能用自己灵活的身法啊来躲过对手的进攻，而同时呢，再予以还击。可以看到方便这边前手拳命中对手腹部，打完之后立马拉开，非常的潇洒，非常的快速。近身的缠斗，拉开。这场比赛的规则呢是拳击规则，相较来说啊，其实对董泰山更加友好一些。因为董泰山呢，他本来就是一名拳击选手，而方便啊一直都打的搏击规则。这场比赛呢，不能用腿，不能用技巧，其实对方便来说限制很大啊。方便的话，只能用自己灵活的身姿来打了，靠拉扯来战胜对手。董泰山呢，也是在国外打过很多场的比赛啊，曾经 KO 过外国拳手鲍勃萨普，也是在国外争光过。但是呢，他的性格啊，就是非常的嚣张的，所以说在面对方便的时候，也是大放厥词。两人啊，都是征战海外、国内的顶尖高手啊，今天的话汇聚一起。这场拳击比赛的话，方便还是打得比较稳健的啊。我们能够看到方便的出拳还有步伐都很稳，包括他的摇闪，其实有点泰森的感觉了。董泰山呢，臂展很有优势，在一直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在用前手拳点，但是方便躲闪很快，所以说他现在很难追得上方便。虽然说他的身高很高大，臂展很长，但是呢，相反的是他的体力还有自己的移动速度啊，就要明显要慢一些。那方便的近身缠斗，两人搂抱，裁判将其拉开，方便步伐还是保持得很稳健啊。对手想要将方便堵到边角，方便很灵活的闪开。打这种高级别的选手啊，其实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步伐，不要去想说一波就带走对手，那是很难的，本身体量就有差距。方便一拳击腹，看到对手要进攻了，立马抱腰，这是一个近身的搂抱，很聪明啊。但是对手呢说自己这个衣服不太顺畅啊，简单修正了一下。这场比赛的话也是全国直播，很多观众都在线上观看这场比赛。那这样的话，第2回合打完了，马上开始新的一回合，第3回合。来看一下第3回合啊，两人怎么较量。方便的前手拳不断在点，董泰山的前手也是在互拼，冲过来，近身的缠斗，方便右勾拳打到对手面部，以低打高，方便现在蹲下来瞄准啊，方便是很有自己打法思路的。其实这种打法呢，也是在拳击中很少见的。方便这是将拳击和搏击融合到一起，慢慢拉开，前手点到对手的上勾拳，被方便很快的拉扯开，方便一拳击腹，双拳防在头前，再躲。我们其实能够看出来，董泰山现在这场比赛他的体力有点不支了，本身体力型大啊，他这个消耗体力就快，现在的话感觉是有点虚弱了。包括一些追击还有步伐都没有前2回合更加灵活了。方便右手重拳，前手后手直接打过来。董泰山现在开始搂抱了，在前面呢，方便是将搂抱当做一种防御战术啊，但董泰山呢现在是体力不支，也把搂抱当成一种常规战术来用了。哎呦，这边一发左手重拳打到方便脸上，不过方便看起来状态还不错啊，拉开距离，小心一点。方便很稳，右手重拳打到对手身上，两人近身的搂抱。
那么本场比赛的话，也是一共有5个回合，现在来到第3回合。其实两人的作战时间已经是挺长时间了。对于董泰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前面呢，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充分的臂展优势，来打出一些近距离的、远距离的重拳。但是接下来的话，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方便这种灵活的身姿啊，就更占优势了。尤其是方便这种一直躲闪的打法啊，很容易让他这个心态不稳，可能就会被方便抓到机会。所以说，董泰山现在一定要放稳自己的心态，不然的话，赛前那些狂言妄语啊，如果没能实现，那就真打脸了啊。方便呢非常稳，和前面保持一样的低调打法，主要是追求一个效率。方便重拳击腹，再加快拳打到对手面部，拉扯，要小心一点。好的，裁判叫停。那这样的话，这回合也打完了，马上开始第4回合，简单休整一下。董泰山的话，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赶快休息一下。方便呢，也是简单休整一下。接下来马上开始第4回合。这场比赛的话，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焦灼的啊，两人都会有来回，但是方便的话打得更加灵动。第4回合正式开始，来看一下，方便打得还是很灵活的啊，感觉是要打点数之战了。方便的前手夹在前方，很小心，慢慢向前逼近，拉开。董泰山的话一直在用前手拳点，不断点到方便的面部，保持一个距离的压制。前手点到，方便偷袭一拳，一拳击腹。哎呦，董泰山这边连续的3发重拳打到方便头上，方便再还一拳打到腹部。虽然说方便并没有连续的猛攻啊，但是这一拳一拳的不定时打你一下还是很难受的。看一下方便又是左手拳击腹。方便这场比赛非常喜欢用左手拳啊，其实我们在拳击比赛中能够看到很多选手都是用右手重拳来终结对手的，但是方便呢，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对手的体型啊，所以说用前手来不断的点到对手身上，来为自己创造优势。那这边又是近身搂抱，裁判将两人拉开，方便要继续小心一点，千万不要让对手抓到机会。现在方便的胜算已经是越来越大了，这场比赛他的技打得分肯定是越来越高的。拉开，再次拉开，方便双拳站在前方，非常灵活的躲过对手的2发快拳。这边拉开距离，右手重拳，这场比赛的话也是力量型与速度型的较量啊。董泰山呢是典型的这种重炮型拳击手啊，方便的话在打搏击的时候就是以头脑而出名的，包括他的速度还有躲闪。这场比赛也是两人各发挥自己的长处，但是在面对这种长时间作战的时候啊，感觉方便还是更加占据优势一点。方便再躲，但还是吃到了一拳，比较小心。近身的缠斗，哎呦，这边两人打得非常激烈啊，在近身搂抱中不断的交锋。来，这边董泰山是挥手，我以为他要叫暂停呢，啊，是自己的裤子不舒服，我以为董泰山要直接举手投降了啊，应该没那么简单。比赛还在继续，方便慢慢向后拉扯，哎呦，这边脑袋吃到一拳，有点危险，一定要小心。冲过来，看一下，方便前手，董泰山右手重拳，前手再点，两人左右的轮转。好的，第4回合结束，终于要来到第5回合了啊！没想到这场比赛打满了5回合，最后的一回合将要决出两人的最终胜负。来吧，让我们看看这场世纪之战的最后一回合。看一下最后一回合啊，董泰山开局他的前手拳打得很频繁，在最后一回合中，两人都要使出全力来追求最后的胜利。董泰山的步伐也是更加迅猛了，前手拳不断在顶，方便
双拳防得很死，不给对手点到自己的机会。漂亮，一拳击负，打到对手，再防，冲过来搂抱，不给对手出拳的机会。方便这场比赛是开局就将对手压得很死，不给董泰山出拳的机会啊，不能出招也是非常急人的。董泰山现在非常焦急，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步伐啊是非常的匆忙的。方便，漂亮，前手打腹，右手打头，方便的战术安排的非常合理，这是一个指东打西。方便冲过来近身的搂抱，左手重拳再打头部，近身缠斗，上勾，右勾拳，方便在近身的缠斗中用重拳打到对手头上。其实这一方面能看出来，方便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啊。这边是将方便带倒了，不过呢，比赛也同时结束。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比赛最终的胜者究竟是谁。要将5回合的点数啊加在一起来进行判定，最终的胜者是方便。让我们恭喜死神方便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